这里没有车辙，入口又那么狭窄，东西不可能搬得走。 我常年征战在外，这点小伤啊，不算什么。你这都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我在金卫营都看过了。看清楚了吗？那个时候水无营让我也没看清啊。 那现在看清楚了吧？谁要看？多谢。还有，让你身犯险境，我也有责任。你有什么好道歉的？谁知道那个董大人的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什么奇怪？ 我们刚才听见一声巨响，石头才落下来。当我们进入山谷之后，响声便停止了。该不会是炸药不够用吧？还是赶紧找出口吧，以免再出现什么意外。哦。看来这条路也行不通。看来现在也只有那一线天出口了，可那个出口已经被堵死了，不然的话，只能长出翅膀了。有没有人啊？哎，那是什么呀？你知道这是什么？ 是金矿啊！这只是石头的表层，蒙山之内必有金矿。这如意枣可真如我心意。 这时候要没有他，肯定饿死了。你还在想金矿的事儿？看来舅舅说的没错，我过来，自然就会明白。谁能想到呢？这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金矿。不过既然都发现了，光明正大的开凿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金矿乃是国家之物，怎可以私自开凿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难怪，这么大座金山，谁看了不心动？舅舅并不是贪财之人，他这么做一定有苦衷。罢了，不想了，还是先想想咱们怎么出去吧。舅舅的为人，我并不怀疑，但是在我心里，
却有一丝不安。就像师父说的，此番回京，四面楚歌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干嘛还要回来啊？你不怕死啊？死有何惧？怕的是苟活。况且神口铁算不是帮我算过吗？说我会早死。别血口喷人了，我明明说你长命百岁，什么时候说你早死了？在你喝醉的时候。你这人还奇了怪了，认真给你算命你不信，偏要听我的醉话，难道就不可以不要苟活，但也平平安安、长命百岁吗？贪得无厌。人生在世就靠贪字啊！本铁口神算给你指点迷津了哈。这位公子呢，骨骼超然，气质不凡，本是天上的神仙，此番下凡呢，必定有一番大作为。只要你小心谨慎，便会无灾无难、长命百岁的。不过有一点，你没有算错，我真的是个扫把星。又是我喝醉的时候说的。我3岁的时候，便被先皇后带去抚养。从那以后，母后便生了一场大病，一病不起。司天监说我是天煞孤星命格，父皇便派我去寺庙抄经祈福，为母后祈福。可是没想到，却打翻了烛台，功亏一篑。父皇便说，既然煞气难消，不如利用这煞气去边关制敌。3岁就跟生母分开，还被弄去边关，这对你来说也太苛刻了。他们说的都没错，我就是天煞孤星。看看母后，再看看现在的你，我这双手不该触碰任何人。我出生不久呢，父亲便高升了，母亲很快就有了官哥，身边人呢也都无病无灾的，而且我还得了一个师傅。你说我算不算是福星？我把好运分你一半。你不是都受伤了吗？没事。我们一块儿改吧。时间遗忘多少繁华，梦里消失的斑驳情歌天马，等到月上中天了，我再喊你。那你记得叫我。端一缕青丝白发，岁月相望咫尺天涯，触碰穿越千年的一字一画，水墨中埋藏多少牵挂。望着烛台上那幅画，辗转风干是你的泪。
怎么不叫醒我？我看你睡得太熟了，就没喊你。你怕不是骗我的吧？殿下，在里面吗？你们不必进来，带我出去便是。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吓死我了！倘若你有什么意外，那我也不活了。你怎么也在这里？究竟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蓉儿，阿姐，蓉儿，阿姐。郡主自见我以来就一直咄咄逼人。我跟殿下什么关系？需要跟你交代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苏王哥哥绝对不可能和你有什么的，你别胡乱说话。你看你，好话歹话你都一个人说了，我说什么呀？行了，你也是护食心切，下回呢，就千万不要再乱咬人啦。你骂我是狗？苏王哥哥，你就这么由着他欺负我吗？送西河郡主回府。苏王哥哥，他欺负我。多谢。害师傅担心了。郡主，您请吧。芙蓉，啊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你上次的伤好些了吗？已无碍了。我之前答应过殿下会给你一个交代，可是那个手镯是亲近之人所赠，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。我希望你再给我一些时间。芙蓉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是怕你牵连进去，会有危险。都说了是亲近之人，怎么会有危险？人心隔肚皮。那你是不知道他对我有多重要。比你的性命还重要。回家了！你说什么？快躲起来啊！快啊！我说你就是偷快回家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小两口还吵嘴呢？天狗要吃人了，快躲起来吧！什么小两口？你说清楚啊！天狗吃人，都说的是天狗，怎么是凡人啊？求这种让你就你混一枪，就你混一枪！哎呀！结束了，到了，终于来了，打错了。这什么身手？天都被我敲亮了。女娲在世也不过如此吧？人心浮动，我要立刻进宫一趟。你也不用怕，
天狗食日本来就是自然现象，应该不会再出现了。谁怕了？我跟你讲，以后就算天狗再食日，我也是有办法的。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这个如意纹在齐策的信中出现过。前几日，我在舅舅的书房里一个盒子中再次发现了这个纹饰。董大人也……他们2个人死前都曾被人利用。这个纹饰或许就是解开谜底的关键。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替谁隐瞒，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你有问题，你不会光明正大的带着这个镯子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原来是这般阴差阳错，反而让殿下没有追究。你不是说过，要将你的运气分给我一半吗？我不要你的运气，我等你告诉我真相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相信你。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谢谢你相信我。师傅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蓉儿，师傅，蓉儿，你若想知道什么，大可以直接问师傅啊。那我就问了。这个镯子上的纹饰究竟代表了什么？我不是亲口说了吗？这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没有代表什么呀。那为什么齐策跟董大人那儿也有这样的纹饰？也许是巧合。巧合？您不是说这个纹饰是独一无二的吗？董大人去过宏村，我在那儿看到的女子分明就是你。师傅，我就是想让你亲口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蓉儿，自从你第一次叫我师傅时开始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徒弟。我最想保护的人就是你。这镯子，你收好，师傅绝对不会害你的。你一直让我把这个镯子收好，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。师傅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你，可是你现在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也不辩解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。蓉儿，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会没有办法相信你。蓉儿。